上一讲谈到闽越进攻南越，南越呢不还手，向汉帝国求援。南越做得这么恭顺，汉武帝大为受用，派王辉、韩安国两路大军分进合击，像钳子一样狠狠收拾闽越。这个时候，淮南王刘安上书劝谏，从方方面面论证出汉帝国不该插手越人的纠纷，否则的话，只有劳民伤财，得不偿失。刘安的这篇上书，后人给拟了标题，叫做《上书谏伐南越》，内容很长，我们只看重点，一共7项。第一项道出了百越政权和汉帝国的关系，他们虽然名义上认了汉帝国这个大哥，实际上既不给汉帝国上贡，也不替汉帝国做事。2. 百越之间互相攻击，纯属家常便饭，汉帝国就算真想管也管不过来。如果这次管了，下次遇到同样事情还管不管呢？先例一开，以后就是没完没了的麻烦。3. 百越那边论土地都是蛮荒之地，不值得占领，论人口都是不堪教化的野人，没办法管理。第4，早年龙绿侯周造远征南越，刘安的父亲刘长派兵助战，仗还没有打，就有1多半的士兵死于水土不服，给无数家庭造成悲剧。死难战士的家属到千里之外寻找亲人的尸体，尸体的肌肉已经腐烂，只能把骸骨包裹起来带回家乡安葬。这种伤痛，老一辈的人至今记忆犹新。第5，汉帝国连年遭遇自然灾害，自顾尚且不暇，没有金刚钻就别去揽瓷器活。第6，最新情报，闽越王骆颖已经被他的弟弟杀了，这个弟弟不久也被杀了，闽越国内一团乱麻。这种时候，汉帝国不需要派10万大军，只要派1位使者就好。如果实在想要他们的人，就照东欧国的情况办理；如果不要，那就给他们扶植1位新的国王。第7条，天子的军队有征而无战，只要摆出讨伐坏蛋的姿态，就能不战而胜，没人胆敢真刀真枪的站出来抵抗。这次汉帝国大军南征，一旦闽越不识趣，动了手，那么汉军即便死了1名伙夫，也是大汉之羞，杀了闽越国王都洗刷不了这份羞耻。刘安这一篇上书谏伐南越，不但雄辩滔滔，而且词真意切。我们不妨假想一下，如果站在汉武帝的位置，要想做到有理有据的反驳，应该从哪里入手呢？会不会理屈词穷，恼羞成怒呢？但汉武帝并没有，反而很开心。这倒不是因为他多有胸怀，而是因为他收到刘安这些意见的时候闽越之乱已经在汉帝国的兵威之下尘埃落定了。这不正好就是刘安所谓的天子之兵，有征而无战吗？那么战争到底是怎么平息的呢？原本闽越王骆颖得到了汉军南下的情报，调兵遣将，据守险要之地。如果事情真的朝着这个方向发展的话，那么刘安的种种悲观预言都会一一实现。现代人很难理解古人对南方的恐惧心理。今天如果有陕西人、河南人到江浙两广甚至海南、东南亚旅游，不容易觉得水土不服。这一来是因为现代的卫生条件比古代好太多了，去旅游也不会跋涉深山老林；二来呢，是因为交通便利，我们足不出本事就能被全国各地乃至世界各地的美食包围。肠道微生物早已经适应了天南海北的各种食物，但古代人的肠道微生物只认自家1亩3分地的土产。中国地形西高东低，黄河长江都是东西走向。秦汉年间，无论迁徙还是远征，东西向比较容易，但南北向就困难重重。南北向越是交通困难，隔绝感就越强，而隔绝感越强，水土不服的反应也就越重。纬度变化导致的气候变化更让人特别难以适应。如果北伐匈奴，虽然有大漠黄沙，毕竟卫生条件要好得多，而南征百越，温暖和潮湿最容易滋生各种致病的微生物。中原人士搞不清病因，一概归咎为瘴疠。瘴疠看不见摸不着，自然越想越怕。而在闽越那边，既然打防守战，就算守不住险要，其实
也不打紧啊，只要钻进深山老林打游击就好，汉军呢大概率就会重蹈当年龙绿侯周造的覆辙。但是闽越王骆颖的弟弟骆于善也不知道是看到了危险，还是看到了机会，找来国相和宗族重要人物商量，提议道：大王招惹了汉帝国，这次来的汉军人多势众，不好对付，就算我们侥幸打赢了，汉帝国毕竟国力强，汉军源源不断杀过来的话，我们迟早要亡国。不如我们呢把大王做掉，向汉帝国道歉，人家呢接受道歉的话固然最好，不接受的话再战也不迟。如果打败了，我们就逃到海里，他们追不上。大家呢一拍即合，就这么把自家的国王杀了，头颅送给了汉军统帅王辉。平心而论，骆于善的这个战情分析有一个严重错误，汉帝国的国力确实100倍于闽越，如果真的死缠烂打，拿人命去填，也能把闽越灭掉。但问题是大有大的难处，对外战争的胜负高度关乎统治者的权威，当一场惨败动摇了皇帝的权威，那就是野心家蠢蠢欲动的时候了，皇帝也就很难再有余力继续对外用兵，甚至连改朝换代都有可能。这背后就是很简单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常识，只有当内部的潜在威胁都解除了，统治者才能够安心对外用兵，既不在乎成本，也不在乎一时的胜败，而是实实在在的拼国力、拼消耗。骆于善和闽越高层也不知道是真没想通这一层，还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只是借这个机会搞政变，总之把国王骆颖杀了。那么王辉拿到了骆颖的人头，会怎么办呢？这个事情如果放在商鞅时代，和谈是不太可能的，因为统帅本人就算愿意和谈，也必须照顾到手下千万名士兵的这个情绪。人家跟着你大老远的跑这么一趟，为的就是拎几颗人头换提成，拿爵位，总不可能空着手回家吧。虽然说汉承秦制，但在这方面还是做出了很大的调整。所以王辉欣然接受和谈，一方面通知汉安国仗不打了，一方面把骆颖的人头送往长安。刘安上书谏伐南越提到的闽越政变，正是骆于善杀了骆颖这回事儿。刘安只是辗转听到了传闻，并不知道骆于善已经控制了闽越，并且和王辉议和了。武帝得到战报，下诏班师。诏书里有这样一句话：骆颖等人是首恶，只有吴珠的孙儿姚君、骆丑不曾参与其中。于是朝廷派使者立姚君、骆丑为王，称为越姚王。诏书提到的吴珠是刘邦亲封的第一代闽越王，所以立骆丑为新一代闽越王，兼顾了血统和政治立场。耐人寻味的是，诏书既然声称闽越高层当中只有骆丑一个人是清白的，就等于说在汉政府得到的情报里，原闽越王骆颖之所以攻打南越，并不是刚愎自用、一意孤行的结果，而是得到了包括亲弟弟骆于善在内的闽越高层的一致支持。只不过在仗打到一半，汉帝国大军压境的时候，骆于善等人这才临时变卦，跑出骆颖当替罪羊。汉帝国如果要在闽越选一个国王，仅以血统和政治立场为指标的话，那么除了姚君、骆丑，确实就找不到第二个人选了。但武帝没想到的是，骆于善杀掉哥哥之后，在闽越拥有了强大的号召力，自立为王。越姚王骆丑拿他毫无办法，就这样又一个烫手山芋抛给了年轻的汉武帝。这件事儿到底管不管呢？要管的话，王辉、韩安国2支大军刚刚班师，这就又要劳师远征，国家呢确实经不起这种折腾，还让淮南王刘安看了笑话。不管的话，骆于善公然蔑视汉帝国的权威，隔着千山万水亲手打了皇帝的脸，难道就忍了吗？武帝遇到的这个两难状况是很经典的一类政治难题，解决方案卑之无甚高论，就是想办法给自己找台阶下。武帝找的台阶是，骆于善虽然多次伙同前任闽越王骆颖作乱，但后来杀了骆颖，免去了汉军的征战之劳，也算是有功了。
既然有功，那就封骆于善为东越王和岳阳王骆丑各管各的人，互不打扰吧。事情呢，这就算安平了。表面上相安无事，但骆于善的心里一定埋下了轻视汉帝国的种子。这颗种子会慢慢生根发芽，破土而出，在若干年之后长成一丛荆棘。我们为整件事复盘，如果以成败论英雄，那么汉武帝显然是以实际行动摧毁了淮南王刘安的滔滔雄辩。但闽越政权内部假如没有发生政变的话，龙绿侯周造的南征悲剧会不会重演呢？无论如何，汉帝国为南越发了兵，解了围，下一步就该期待南越的表现了。我们下一讲再见。